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分享一部非常经典的《维摩诘经问极品》的内容。那时佛陀应500长者子之请，于城中安罗树园说法，众菩萨罗汉全都到场，唯有维摩诘居士推脱自己有疾病不能来了。佛陀先后让舍利弗、目犍连、阿难尊者以及弥勒菩萨、富楼那尊者等很多大菩萨去到维摩诘那里探病，但所有人都说：世尊啊，我不敢去维摩诘那里探病，并向佛陀相续诉说与往昔维摩诘居士接触时各自发生的故事。很多人都被大居士纠正过错误，所以没人敢去问及。维摩诘才居住在皮耶离城中，他的财产无尽，经常资助城中贫民，他的戒行清净功德不可思议。这时候佛祖便对文殊师利说道：那你去看望维摩诘居士吧。文殊师利禀告佛祖：世尊，像他这样的上智之人，交谈应对可不容易哩。维摩诘深刻了解一切诸法实相，善于解说一切诸法的纲要精髓，其辩才畅而无滞，其智慧明而无碍，完全了解菩萨所行的一切仪式，深刻把握诸佛如来的深口义秘密所在，能降伏一切魔障，于神通变化运用自如，其智慧深入浅出，因人设教，以达究竟解脱的境地。尽管如此，既然得我佛如来圣旨，我一定去维摩诘那里探病。于是佛祖座下的众多菩萨、佛弟子、帝释大梵天、4天王全都在心中思想，如今2位德智超群的大士对谈，必然要讲论妙好之法。一时间所有的大众，包括8000位菩萨、500声闻阿罗汉、成千上万的天人，都要跟随文殊师利前往。就这样，文殊师利与诸菩萨、佛弟子以及梵天等众恭敬围绕佛座，礼敬之后离开，前往皮耶离大城。这时候维摩诘心中起念：文殊师利与大众到我这里来矣。于是运用神力腾出屋内空间，把所有室内陈设及侍者移走，只留下一张床座，做出生病的样子，安卧其上。文殊师利走进室内，见其中空空荡荡，除病床别无他物。这时维摩诘开口说：你好，文殊师利，你以不来之相来我这里，又以不见之相而见此一切哩。文殊师利答道：是的，居士，如果已经来了便不再来，如果已经离去便不再去。为什么呢？来的并未从何处来，去的也并未往何处去。一切可以见到的即使又是不可见的，姑且不讨论这个吧。居士，你的病痛可以忍受得了吗？经治疗有所减轻吗？不至于更严重了吧？世尊极为关心，让我向您传达最高敬意哩。居士，你患什么病呢？这病因为什么才起呢？病了多久呢？如何消除呢？维摩诘答道：由无明之痴萌生贪爱，我这病便是从贪爱而生的呀。一切众生皆病于贪爱，所以我便得病。如果一切众生的病患得以消除，我的病也就好了。为什么呢？菩萨为了众生能离生死苦海，有一生此世间，此世间既有生死，便有病苦。如果众生得以除离病苦，菩萨也不再有病患。这就像有千年高德韶的长者，他唯一的儿子病倒了，做父母的也就随之病倒。如果这儿子病好了，做父母的也就自然好了。菩萨也是这样，对于一切众生，菩萨视同自己的心爱儿子。众生若病，菩萨也就生病；众生若愈，菩萨也便病愈。要说我这病患因何而起？菩萨的病是由大悲心不忍见众生病苦而起。文殊师利又说：居士，你这室中何以空空，竟没有侍候之人呢？维摩诘说：诸佛如来的国土不也是空空之乡吗？文殊师利又问：空以什么为依据呢？维摩诘答道：以空为空的依据。又问：空怎么还要凭借空的作用呢？答说：因为本无分别，所以空变成空相。又问：这空还可以加以分别吗？答说：分别本身也是空啊。又问：这空应当往那里去寻求呢？答说：应当在62种邪见中去寻求。又问：那62种邪见又到何处去寻求呢？答说：应当在诸佛如来的解脱中去寻求。又问：那诸佛如来的解脱又到何处去寻求呢？答说：应当在一切众生的心之念念牵流中去寻求。再有，你问我何以没有侍候之人？其实切魔众和诸外道都是我的侍者啊。
为什么呢？所有魔众都甘愿担乐于生死轮回，而菩萨却虽处生死而不厌弃世间；一切外道都甘愿担乐于种种邪见，而菩萨则虽闻诸见而不为所动。文殊师利又问：居士，你的病有何相状呢？维摩诘说：我的病无形象，所以看不见。又问这病是关系到身体呢，还是关系到心识？回答说：也不关系身，也不关系心因。为身相便是离散之相，而心本来就是虚幻的。又问地水火风四大假会合而有身相，若身相离散，那么四大会有什么病患呢？答说：这病不在大地上，但也并非与地大无关。其他水大火风大也都如此，病患既不在其上，但也不能说与它完全无关。一切众生疾病尽皆源于四大不调，以众生有病，所以我也有病。这时候文殊师利便问维摩诘说：菩萨与菩萨之间，那无病的应该如何安慰有病的呢？维摩诘回答道：说五蕴之身无常的道理便够了，不必再谈要厌离此身的话；说五蕴之身有苦也就够了，不必再谈要乐于去向涅槃；说此身四大假合，实无自我也就够了，不宜因知众生之空而放弃教诲；说此身空寂也就够了，不用再说追求毕竟寂灭入于涅槃的事；说现在悔罪也就够了，不必再追溯今日之病源于过去之罪，以免产生最有恒常性的错误认识。菩萨应该推己悲悟，从自己之病痛而怜悯一切众生也有病痛，应当认识在过去世中自己因未修道而受无量苦难，而今求道离苦，应当念及一切众生也要得求道离苦的利益，应当回忆从生以来所修福业，自念始终坚持正当的生活方式，必然得生善趣，绝不因治身病而采取不正常的方法，心中不起忧恼，哪怕身是命中，求道不以因自己的病而立宏大誓愿。世间一切众生若有不可治疗的疾病，自己愿意以佛法去拯救他们。对于身有疾病的菩萨，别的菩萨应该像这样说的去加以安慰，使其心生欢喜。文殊师利问居土那么有病的菩萨应该如何调伏自己的心意呢？维摩诘便说：有病的菩萨应该做这样的思念：如今我所患的病痛，起因只是前世的颠倒妄想及种种烦恼，但既然身体并非实有的东西，那么生病的会是什么呢？并没有病痛可折磨的身体呀。为什么这样说？地水火风四大元素凑薄合合，得假象假名，称之为身体。四大中并无主宰灵有者，身体中也没有主宰灵有者，而我身体如说有病，不过是执着于我之实有而导致的，因而我不应当生执着之心。既然知道疾病的根源，也就破除了关于自我和众生实有身实有我的颠倒想，也就应当产生法想。所谓法想，是说应当如此意念：身体是依靠四大等众法合而成的，自我是假借五蕴汇合而成的，身想我想的产生，依赖诸法观念的产生，身想我想的消灭，同样也因为诸法观念的消灭，而且这些称法的东西各自独立，互不相属，生起消灭并不能相互打招呼。那患病的菩萨进而应当治疗自己关于诸法实有的想法，心中应当如此思念：法有之想也是颠倒，一切颠倒之想便是大病患，所以我定要处理它们。怎么才叫处理呢？便是远离有关自我和自我所领有这两者，称离我我所。什么叫离我我所？是说远离这二法。什么叫离二法？是说不念系于内法之我，亦不念系于我之外的事物，心不系于内外平等看待物我，也不分别物我。什么是平等呢？是说我也好，念说也好，二者本性平等了，无差别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这是因为自我与涅槃均以空性为本体。何以说以空性为体呢？因为两者只是名言上的差别，这两者都是没有自身的确定性的。空本来就无特殊相态啊，了解这种平等性，便不会有别的患病了。余下的是执着于空的患病，但空病自身也是以空性为体的。这样患病的菩萨对于苦乐、不苦不乐这三受，便怀有无所受而受的态度。菩萨虽未具有福的身份，也不灭除四同众生的诸种感受能力，去证取涅槃。假设自己的身体有苦痛，
思念众生在恶趣中更苦，从而升起为他们拔苦救难的大悲心，心中考虑我已经调服了自己的身心，也应当调壮一切众生，除掉他们的妄想之病，保留他们关于常乐我净的法想，指出他们的病根在于诸法上产生妄想，教导他们应该除病不除法。什么东西是病根呢？是说心有骚动故向外攀缘，结果便认定三界外法为实有，这便是病根。什么叫攀缘呢？取向三界之境为攀缘，怎么断除攀缘呢？知道诸法虚狂，从而无所取无所得。什么叫无所得？就是远离两种执见。什么叫两种执见？就是执着于内有自我，外有万事万物的见解，除去内外虚假，便是无所得。文殊师利呀，这便是有病的菩萨，所以要调伏自己心意，所以要为众生断除老病死诸种痛苦，这便是菩萨的觉悟之道。如果不能这么做，那菩萨修行内没有智慧，外没有利益。好比说能战胜怨敌才是勇敢，能为众生除去老病死诸苦，才配称为菩萨呀。那有病的菩萨应当这样自忖自念，像我身所患的疾病并非真实存在一样，一切众生所患病痛也不是真实存在的。如果这样观待，就不应见众生而生爱主，因爱主而起不净的大悲心，这种大悲也会生出厌疲之想，所以应该舍离。为什么呢？菩萨应有的大悲心是以断除外部事物的污染及客尘烦恼为前提的。如果因执爱见而生悲心，对于生死世间难免会生出疲厌之心，如果远离爱见，便不会有疲厌，无论生于何时何地，便都不受爱见的蒙蔽了。菩萨自己的真生命不受束缚，才能为众生示现正法，为其解除束缚。就像佛祖教导的一样，若自身有缠缚而能为他人解缠缚，没有这样的事理；若自身无缠缚而为他人解缠缚，这才符合事理。因此我说，菩萨不应该自己升起缠缚。什么叫缠缚？又什么叫解缠缚？如果贪住禅定的圣位，向三界众生受生二乘中人取证，都是贪住禅定而成障碍，都称为菩萨受缚随缘方便，随处受生给众生做模范，便是菩萨解缚。另外，菩萨智慧若不能因时因地因人方便施教，便是缠缚；若能因时因地因人方便施教，便是解缚。菩萨若不能方便施教，其智慧便有障碍；若能方便施教，其智慧便得解放。什么叫不能行方便而智慧受缚呢？这是说菩萨在六地以下，因爱主之心而装点美化佛国，成就众生离苦于空无相无作之三解脱门中调伏自己，但因在空则舍有，舍有则舍空，尚未起平等心，所以称无方便会受缚。什么又是能行方便而会的解脱呢？是说七地以上的菩萨不以爱主之心装饰佛国，成就众生离苦于空无相无作之三解脱门中调伏自己，观空不取住，舍有不迷惑，能平等真观永无疲厌，这便是能行方便而会的解脱。什么又叫无智慧方便而受缚呢？是说七地以下新修学菩萨未修正观，未制服烦恼，仍有贪嗔痴等邪见，但能培养善功德的根本，这便叫无智慧方便而受缚。什么又叫有智慧方便而得解缚呢？是说能够远离贪名痴等烦恼邪见，能培养善德，且能回向众生，能回向无上正等正觉，这便叫有智慧方便而得解缚。文殊师利，那有病的菩萨应当这样的观待一切事物现象，同时反省人的身体无常，人生疾苦，一切法空而无自体的道理，这便是慧的意义。虽然此身有病痛，常处于生死往来之中，但却怀有始终有益于一切众生而绝不厌倦的慈心，这便叫方便。此外又能观审自身，知道身体不离病痛，病痛不离身体，身体与病痛原本即是同一事物，由于同样的因缘所成，所以无所谓哪个先哪个后，因而也就没有新与旧的分别，这就叫慧。全且承认此身即是病患，但又不正孽忏，不欲涌入忌灾，这便是方便。文殊师利，有病的菩萨应该像这样调伏自心，一方面他并来停留在这种调伏之中，另一方面他又不停留在自心来曾调伏的状态之中。为什么呢？
若停留于心不调伏的骚乱状态，那是愚人的所作所为；若停留于调伏心的状态，那是声闻小乘的所作所为。所以菩萨应当既不停滞于调伏心之状态，又不是放弃心被调伏的状态，超越于这两种状态，才是菩萨所修所行。法轮进入涅槃境界，但又不舍菩萨救护众生之道，这便是菩萨行。维摩诘这样言说之中，追随文殊师利前来的大众中，有8000天人都萌发了求无上正等正觉的道心。这期视频分享完毕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